有记忆起所有我有摆 pose 的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大人逼着我拍。我其实比较好奇，为什么你那边可以露天溜冰啊？是因为你们那边够那么冷吗？我以为亚特兰大是比较温暖的。气温倒没有降那么多，但是他们可能溜冰场里面就是那个制冰的，可能会有一个底。两边的气氛完全不一样，这边就是酒吧跟餐厅，当然我们这边就是，大家一定要在室外玩一玩，快乐快乐。我觉得就是美国怎么说，西方那边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放松，就是他们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什么都不做的那种感觉，就只要出去不管干什么，溜冰也好啊，跟大家就是 hang out 也好，但是就是在上海你就觉得所有人都忙着去就是去聚会，忙着去赶去什么 party 啊，去什么局啊。中国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每个节都可以变成吃货节，就对了。非常正确。我想说那个鹿是什么？是圣诞节特有的装饰吗？还是说是本地本来就有这么一个鹿，然后你给它打扮成一个圣诞节的衣服？是圣诞节特有的，还蛮时尚的一只鹿。会是那种真人吗？不是，这个真的不是。对，就是真的是雕塑。哦，因为会有那种街头艺人，就是会动的那种。大冷天的晚上，不太有人出来卖这个艺，挺有艺术感的，我觉得。看下来之后，总体来说是大家在很认真的戴口罩的。其实我觉得这边也有在做，只是可能真的美国人民们不太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大过节的。就我看到你这个招牌嘛，我还是挺感慨的。就是你说美国也有那个 Fauci 嘛，那我觉得还是有这些人，他们在兢兢业业，在发自内心的说，求你们了 ，please。戴口罩吧，洗手吧，然后但是因为就西方人那种天生向往 freedom 的那种天性吧，他们可能真的是很难去听得进这种老生常。对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中国可能、中国人是真的信，就说这个病毒就是那么害怕，就是那么可怕，你老老实实戴口罩。对，我认为在我心里 pass 是一个好品质，好好活着有什么不好？给家人减轻负担，给国家减轻负担。我觉得这边的人还是很喜欢合影，总是要每个节日有一点就是照片的留念，纪念说我们这群人曾经在这里相聚过。好像这个目的的拍照现在已经不是很流行了。老一辈有，我妈会，我妈很喜欢去到一个景点，例如那种古城墙，还有你在的这个新天地，经常看到一个好看的，有个墙，有一个小巷，氛围很好，她就过去摆着造型让我给拍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可能现在只有在长辈在场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发生，就是可能比如说长辈强行合影吧，或者说长辈跟你一起出去，他会说，哎，这里挺好看的，你过去我帮你拍一张，那种情况。对，我每次都有一种，你想拍，我帮你拍好了，你为什么要支棱我过去，然后让我站在那里拍？我算了，你要拍我帮你拍吧，那种感觉。而且我过去了，我也不晓得摆什么姿势，我就定定的站着呀。有记忆起所有我有摆 pose 的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大人逼着我拍，把我带到影楼去，然后让我拍照片，脸色都很难看吗？而且发型都很难看。这个画面有点好看，两边都是圣诞树，而且都是红的。他那边你看到有一个舞台吗？好像是要两个人先站上去，然后语音会提示说什么请开始拥抱还是什么，然后他们俩如果抱在一起的话，会有那个摄像头就会感应到两个人抱在一起了，然后那个圣诞树就会慢慢出现，然后慢慢变大这样子，然后两个人抱结束以后，他就恢复原来的样子，然后再上去一对，再抱，然后再放一段这样的视频。这种互动设施让圣诞节成功变成了第二个情人节。当下我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把狗骗进来杀了，你这样。这位女士在帮他拍抖音，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抖音现在那边是真的老外很喜欢吗？去年，然后我骑自行车在周边逛，我那个时候住的附近是这里比较。就是很多的高楼办公楼，然后也蛮繁华的，就你就可以看到路边公交车站的那种
广告位全是抖音。我当时还很惊讶，抖音已经花那么多钱，就是做广告做到这个程度。就刚才跳舞的那个男的，他的打扮是不是那个 Soul？ 你想说这两天很红的那个电影？没错，突然让我想到 Soul 的那个男主角。你看，就是一群女孩子在一起跳舞，我觉得很快乐，而且也没有人有身材焦虑什么的，多可爱啊！对，没有身材焦虑，这点很重要。干嘛要因为自己胖啊、瘦啊，然后在那儿？你可以自己想美，但是你不要因为社会的任何的评价或者周边的评价，对自己的打扮有任何那啥。这边好像开了，就是橘黄的那个是。好像是周杰伦的那个奶茶店。你说他喝的网红的那个吗？是吗？鸡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忘了。你看《后翼骑兵》了没？我还没有。好看的，支持看。我也就不剧透了。他也在拍录像哎。对，而且他很专业，应该是一个 MV 播放吧。都很 enjoy themselves。其实哦，我觉得你拍的这一圈，我看下来，国内还是。互动的街景少了一些，但是那边真的互动的街景会多一些。像这个象棋，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，真的是一个社区文化建立起来。对，就是很有社区感。但是国内是，如果国内有这样一圈地，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玩的，他可能还是会搞那种集市啊。对。哎，我看到你有那个人头冰淇淋。就那个，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叫娃娃冰淇淋还是叫什么？我们叫人头冰淇淋。你们怎么那么残忍啊？哪里残忍了？你不觉得它就是一个脑袋吗？对，你不要具象，你不要在脑内脑补。我小时候是最喜欢吃那个有一个可味的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奶油质地，它有一点点像那种霜质地的，叫雪宝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你们上海人怎么回事？上海世博会那个吉祥物叫海宝，然后一款冰淇淋叫雪宝，你们是对什么插宝很有这种情有独钟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们用上海话怎么说？雪宝。海宝呢？黑波。就跟海豹是一样的。By the way, Frozen 里边那个小雪人是不是也是叫雪宝啊？哦，对哦 ，Olaf。所以你下次吃它的时候，你会想起 Frozen 里的雪宝吗 ？Samantha。我靠，人生最大笑点就是 Samantha。自己开始笑，爆笑说I don't even know Samantha。我靠。我觉得你这一段特别厉害，就是这段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开车去到这个地方了之后，然后就发现怎么那个下面亮亮的，然后这种灯光秀，然后重点它就是让你在车里开着车绕一圈，对，然后票价也不贵，然后还有音乐，你听到音乐了吗？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圣诞音乐之一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什么 Winter Wonderland 好像叫。对，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。对，很洗脑。你刚才说这是要付钱的？这是要付钱的呀，人家经营的呀。What？ 而且跟你说那个票哦，还不是你想去买了就能进去，你还得提前买。我们那天6点多去逛，才买到9点半的票。你说人家有多热门呢？就大家在疫情期间能有这样子的快乐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就看着在车里看着灯光秀。我以为就是一般的那种，就是比如说你去那种 mall 的那种 driveway， 然后你们进去的时候就必经之路，然后他们就商家就是非常有心思的把这条路都装点一新，然后欢迎每一个客人进去这样子。所以就让我想起那些就我以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，我是当时跟我妈他们过的吧，然后他们那个街区还算是比较，就是都是住宅区嘛，然后就你在那边 几个 block 绕一圈，是真的会看到那些就 neighborhood 里面，他们有门口都会有一些人是真的很用力去装饰他们的那个。我们也有，我们小区也有。对，然后对，就让我想起嘛。就我以为是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想到你一说付钱，我就觉得这合理吗？